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与多家知名公司合作，将新年的精神带到了活动中。他身着一身喜庆的红色西装，离年末越来越近，过年的气息也越来越浓。近期 UNIQ 王一博主推的各大品牌纷纷陆续发布最新单品。王一博一身红衣，神采奕奕，让人立刻感受到了过年的感觉。再过1个月，我们将向2022年告别。这一非凡的一年充满了强烈的感情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，经历了广泛的感受。期待王一博的红毯，期待跨年演唱会，又不知道这个酷炫的封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兴奋。离新年越来越近，随着新年的临近，我们期待的盛会也将如期举行。但这没关系，近日我们了解到，王一博推销的大品牌纷纷给顾客发放新年红包。首先，安踏推出了一款名为新年红的红酒。过去2年，安踏真正破壳而出，一跃成为全球运动品牌销量的领头羊。这不仅让高盛投资了一家在全球市场占有重要份额的中国公司，也让安踏成为了全球运动品牌销量冠军。这一次，安踏为新年推出了一款红色外套，鲜艳的中国红更多的是传承中华吉祥文化，佩戴舒适。红白配色搭配黑色运动系，打造从头到脚的运动风造型。王一博的西装因此而散发出一种欢快的气质。由于王一博推广勇敢的世界和黑狮啤酒系列，新年的红色独特福利也推出了。红色体现了节日的精神，让人们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幸福感，同时也让我们提前体验了一波过年的感觉。尤其是看到王一博那张艳丽的脸蛋，尤其是当我们看到王一博帅气的脸庞时，很多人都在想，现在过年是不是太早了？因为2019年王一博在11月的最后一天发了一条信息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庆祝新年为时过早的原因。一旦让王一博的粉丝开启跨年模式，那就是历历新年，很多粉丝一天都会有各种狂欢。此外，粉丝团在前1年也开始了多场跨年直播，大家都很开心。相信王一博和他的粉丝圈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运作，这似乎提供了一种迷人的动力。据一些人说，11月份已经过去了，这次活动标志着又一次粉丝年会。大品牌代言最重要的客户群是王一博的忠实粉丝。每一次粉丝圈的成功，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机会，让商家想方设法赚钱。了解了他们所产生的消费水平，品牌无疑会顺应大众的需求，推出多款不同的王一博专款，绿化、专属 logo、专属定制，尤其是王一博的诸多个性签名等，都将一一展现，让粉丝们抓住温柔的节奏。话虽如此，最近的王一博似乎已经消失了，但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看到最新的王一博了。毕竟，接下来的1个月将发生重大冲击。12月，王一博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，尤其是他的作品。从20年的有匪到21年的风起洛阳，我相信这部电影应该在今年上映。您最好的预测是，我们制作的《无名》将于12月到货，会有多场红地毯，你应该期待它。毕竟，只要打算将其推向公众意识，就总是需要提前开始宣传电影。正如人们所料，该作品的第一作者王一博不会缺席。当我想到他时，他让我非常高兴。像王一博一样，吃健康的食物，锻炼身体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最近，我和一位同事就他的胃部问题进行了交谈。回想这几年，想起王一博的肚子，也曾是摩托姐妹们的焦虑之源。在录制《天天向上》的过程中，我曾经观察到他用肘部捂住肚子，为那脉提供支撑。节目中有一段叫连麦黄雅莉，王一博是姐姐最喜欢的作家。当时他劝王一博好好养胃，说保重你的胃。这是很多粉丝一直想说的话。王一博除了肠胃问题外，由于当时的工作量大，经常咳嗽。
每个人都记录着他在表演中偷偷咳嗽了多少次，一有机会就叫他注意身体。一博在一次品牌活动中透露自己每天只吃1顿饭，观众鼓励他增加这个数字。一博说，吃多了会胖。王一博晚年开始演警察、军人等需要体力活动的角色后开始健身。与王一博同组的艺人纷纷称赞他除了专业知识渊博外，更自律，身体健康。所有人都看到，他一开始运动，身体就有了好转，也不再有持续很久的咳嗽。但也有人炒作，现在王一博实力更强了，还有偶像的自觉吗？鉴于这些问题，王一博是演员，为了角色而改变形象的事实就更加明显了。演军人的时候，他很健壮；演古装少爷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很虚弱。下图非常清楚地展示了研磨后从手掌上去除的老茧。像我们这样有正常工作的人，并没有立即改变身体形状的需要。我们应该保持健康的饮食，充足的休息，并定期锻炼。我希望每个人今天都感觉良好。邓亚萍联系王一博，邀请他参加奥运会街舞比赛。事实上，古代也有青少年说唱。7月26日，奥运乒乓球冠军邓亚萍在微博发文，敦促艾特明星王一博参加奥运街舞比赛。王一博是艾特明星。邓亚萍给王一博的压力很大，因为王一博的街舞天赋很高。尽管王一博拒绝了邓亚萍的好意，但可以看出邓亚萍对他的期望很高。事实上，王一博不仅擅长街舞，滑冰也很厉害。他是一名演员，他是斩击艺术方面的专家。古代也有很多斜杠青年，他们要文能文，要武能武。一个人足不出户，行千里，时不可杀。一切办妥后，你应该搬到别处去，隐姓埋名。这是李白的名诗，描写了李白成为骑士的感受，以及对自己作为剑客的自信。在历史记载中，李白被称为诗仙和剑术高手。据说李白曾一度崇敬唐代第一剑客龙华军的使者裴敏，据传他在斗鸡活动中连续砍了好几张邋遢的皮。这些事件记录在历史文献中。如果说李白不过是个侠客，那么岳飞的身手，无论是文武还是武术，都更加看重家国情怀。岳飞从小就在师父周通的指导下，刻苦修炼武学和文学。后来晋军南下，少年岳飞响应号召，应征入伍报国。论军事，他的岳家军不断对晋军造成极大的破坏，令晋军心惊胆战，感叹动山易，动岳军难。家庭同一时期，岳飞的《漫江红》也大获成功。明是醉醺醺的光辉中映出的刀锋，妄想展出连队市场一角。纵火800公里属下，关外转50弦，下令冰秋。看完这些话，我强烈怀疑我们以前见过面。这在中学使用的教科书中都有介绍。这是南宋诗人辛弃疾的名句。辛弃疾的文笔偏向悲壮忧郁，他的人生本身就很了不起。辛弃疾年轻时曾在与晋一作战的军队中服役，同一时间参军的和上一端被封印，濒临投奔彼岸。辛弃疾得知后，骑马开始追杀一段。他虽然已经进入了金人防区，但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，骑着马继续斩首一端。古往今来，能写字练武的人不计其数。为什么文武两界都有这么多人才？事实上，就武力而言，我们不赞成武装侵略。尽管我们是农业国，然而纵观历史，北方游牧民族经常袭击南方地区，为了对抗这些入侵，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各种军事硬件的发展，这为练习武术创造了一个梦幻般的氛围。另外，我们民族从小就有生产刀剑的历史，我们也制造了一些刀剑。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记载了任侠的某些传说，证明中国古代仍有武术的一面。自秦朝以前，我国的文坛就一直充满生机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中心之一。隋朝负责科举制度的建立，这导致了研究文学的富有知识分子的数量增加。不足为奇的是，当武与文相融合时，会造就一大批文武双全的人。自然，在当今现代社会，
人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解放，可以学习的东西也很多，导致还算年轻的人越来越多。事实上，无论他们是古色古香的文武全才，还是现代青年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不断学习、不断努力的精神。这种学习精神让我们充满了正能量，无论是诗人李白，还是明星王一博。名人不仅应该吸引很多人，还应该成为社会正能量的源泉。